元始老儿，我兄妹三人摆下这九曲黄河阵，只为兄长出口恶气，并未伤及你阐教弟子性命。而你却不顾尊卑，取我二妹性命，果真可恨！兴州伐纣乃是天命，尔等摆下此恶阵，阻扰西岐大军，便是有违天命，死有余辜。你，元始老儿，还我姐姐命来！哼，找死！元始，太上，今日我元宵拼了命也要与尔等同归于尽！云霄失职，莫要做无谓的牺牲啊！太上老匹夫，放开我！黄锦力士何在？将云霄压在昆仑山麒麟崖下，听候发落。是。太上元始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我是不会放过。云霄被镇压在了麒麟崖下，等待他的必然是魂上封神榜。然而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却改变了云霄的命运。元始天尊，你不但杀我兄长，还杀我二妹和三妹。云霄在此立誓，我若能脱困，定要将你扒皮抽筋，不得好死！谁？是谁在那里乱发誓，害老子被雷劈？我的身体呢？难道我死了？不对，这里不是我原来的世界了，这是哪里？云霄在此立誓，我若能脱困，定要将你扒皮抽筋，不得好死！云霄，封神榜中三仙岛中的那个云霄，这里莫非是封神世界？恭喜宿主，你答对了，这里正是你认为的那个封神世界，刚好是元始天尊破出九曲黄河阵之后。原来如此，不过洪荒太危险，系统，你还是带我回去吧。宿主，不好意思，由于刚才的雷电威力太强，本系统要死了，所以本系统的一切只能由你来继承了。本系统要死了，所以本系统的一切只能由你来继承了。什么？让我继承你的一切？那岂不是我成为了系统？没错。只要你绑定宿主，等宿主足够强大，或许能帮你凝聚身躯，再加上本系统的遗产，足够你横行宇宙，甚至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好了，本系统死了，后会无期。喂，你等等，正在绑定封神世界系统，能发布任务，给宿主奖励，只不过任务的奖励根据难易程度和修为发放。哎，老子怎么这么背时？正好碰到封神亮劫，该绑定谁呢？牧尘有些无语，以他一个毫无实力的系统，根本无法绑定一个修为高深之人，除非那人自愿。可这里是洪荒世界，仙神满天飞，难道要他去绑定一个凡人？云霄仙子，我或许可以找他谈谈。是哪位道友在此？若是能帮小女子脱困，定感激不尽。竟然是个灵魂体，
看来是我奢望了。奢望？不一定吧。难道你这个灵魂体还能救我出去？那是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你厉害，厉害就不会是灵魂体了。云霄姐姐，咱们打个商量如何？你竟然认识我？当然，我不但认识你，还知道封神亮劫前后的一切。若是我能助你提升修为，扭转战局，咱们可否绑定一下？绑定？什么意思？绑定？什么意思？就是登徒子，给本仙姑滚开！嗨，云霄姐姐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这么说吧，我叫沐尘，其实是一个系统，只要你完成我发布的任务，就能得到各种丹药和宝物。到时候别说扭转战局，就算是对抗天道，也不在话下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能帮我灭了阐教，嘎了元始圣尊的老贼？那当然，不过前提是与我绑定，一切按我的任务指引去做。好，本仙姑就信你一次。来，绑定吧。好。终于绑定了，以云霄大罗金仙的实力，相信很快就能帮我重塑身躯。恭喜宿主绑定系统成功，赠送新手大礼包一份，是否打开？新手大礼包？那是啥？我也不知道，打开看看呗。打开。恭喜宿主获得敛息符1枚，天罡钻1把，九曲灵丹1枚。这些敛息符一次性使用，能隐藏气息，就算是圣人也难以发现其行踪。天罡钻，先天至宝，能破坏低于先天至宝的一切宝物。九曲灵丹，能让大罗金仙巅峰片刻突破到准圣初期境界。哼，元始天尊将我境界打落至大罗金仙，没想到这九曲灵丹能让我片刻踏足准圣境界，再加上天罡钻与敛息符，逃离这麒麟崖是绰绰有余了。哼。终于突破了，终于突破了，现在该走了。麒麟崖破！老爷，不好了，麒麟崖爆了！什么？难道是云霄？元始天尊，阐教，你们就等着我云霄的报复吧！该死的！这麒麟崖是本尊亲手所设，他怎么可能逃脱？这才一会儿，竟能逃离本尊的感知范围，真是奇怪。不过，你可是封神榜上的一员，本尊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由于九曲黄河震破，商军大败，文仲一路逃亡到了绝龙岭附近。此时，一道俏丽的身影落在了远处的山巅之上。跑了这么久，应该安全了吧？不错。现在封神亮劫期间，就算是圣人也无法推测，除非你存在于他的感知范围之内。不过，这里距离昆仑山已经很远。多谢前辈相救。别前辈前辈的，我只是一个系统。我不知道什么系统，只知道前辈能助我脱困，还能给我宝物与圣药，绝非一般人物。小女子称呼一声前辈也不为过。没想到我继承了系统的功能，还能装一波，这貌似也不亏。这个嘛，好吧，那就随你称呼了。多谢前辈。
是为了你2个妹妹与兄长吧？前辈有办法。不错，若是你的修为能达到天道境，或许他们还有一线生机。天道境，这……放心，只要你能完成本系统发布的任务，天道境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好，小女子全听前辈安排。那我们下一个任务是做什么？你看那边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文仲失职。系统任务发布，救下文中，奖励9曲灵丹2枚，基本信息已传至宿主脑海。绝龙岭，云中子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既如此，那我就先收点利息。文道友何必如此着急？不如停下来歇息片刻。你是何人？贫道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是也。阐教门人。不错，道友枉惧天命，助纣为虐，还是留下性命来吧。就凭你？那是自然。贫道钻研截教法门，各种遁术不在话下。想困住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想跑，门儿都没有。这是燃灯的紫金钵，云中子，你该死啊！文中，你就安心上榜去吧。云中子又要猖狂。你是？元始天尊杀了无昧，我便灭了他所有阐教门人。安心的去吧。文仲见过师叔。不必客气，遵照天数，你乃已死之人，不如就跟在我身边修炼，静待时机吧。弟子领命。怎么回事？云中怎么上榜了？是谁？究竟是谁敢对我阐教弟子下手？啊！一枚就能让我重入准圣境界，这2枚服下，进入准圣中期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放心，系统出品必属精品。师叔这是要突破了。文仲，随我去超歌见地心。是，师叔。云霄知道，要想躲避元始天尊和太清老子的追杀，除了碧游宫外，就只有仁皇帝心所在的朝歌城，因为那里有仁皇气运，不到时候，就算是圣人也不敢出手。大王，太师回来了。哦，快请。太师平安归来，孤心甚慰。这位是？启禀大王，此乃臣的救命恩人，与臣同出一脉，亦是我师叔。若不得他相救，臣已命丧绝龙岭。仁皇帝心久仰，今日冒昧来访，是为结盟而来。结盟？仙子是截教门人，莫非通天教主有意助我大伤？教主尚未表态，吾此番前来，朝歌城中圣人不敢侵犯，而我已非昔日麒麟崖下囚徒。师叔已是准圣中期，更有异宝在身，云中子便是死于他之手。仙子欲如何效助？其一，
我可于朝歌布下护城大阵，以人族气运为基，圣人之下难破。其二，文仲既已死于绝龙里，不妨隐于暗中，联络截教，散落同门，集结以后用之。其三，请大王准我查阅殷商历代典籍，尤其是关于人族祭祀、气运汇聚之秘术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仙子快人快语，不允了。从今日起，仙子为我大商护国仙师，凡有所需，朝廷全力配合。多谢大王，事不宜迟，我即刻着手布阵。以朝歌为眼，以殷商气运为脉，故九曲黄河阵简版，虽无元阵凶煞，却胜在绵长持久，可聚气御敌，除圣人之外，无人能破。你真要耗费心力布这种大型阵法，不如先专心提升修为。朝歌乃我立身之本，绝不能失。此地是我眼下唯一的根基，何况阵法一成，我便可借气运修炼，事半功倍。随你吧。不过我必须提醒你，元始绝不会坐视不管。我等他来。云中子真灵上榜，杀他之人气息隐匿极深，连我也难以追溯。但普天之下有此能耐又与阐教为敌者，不过寥寥。师尊，莫非是截教哪位隐士高手为之？通天师弟门下有此胆量者不多。赵公明与三霄姐妹均已身死，截教内部还有谁能杀掉云中子？此事先按下，悉其一切，可安排就绪。回禀师尊，悉其一切就绪，就等那些截教中人自投罗网了。甚好。至于那位藏在暗处的虫子，既然他对我阐教如此憎恶，势必会有露出马脚的。届时，师叔，此乃殷商祭祀秘著副本，其中记载了数种汇聚人族愿力之法，或可借鉴。好，你联络之事如何？已暗中接触赵公明师叔旧部金鳌岛数位同门，他们皆对阐教所为愤慨，愿暗中相助，但大多不敢明面现身。丁，检测到任务契机，任务发布：3月之内于朝歌城内培养出第一批人族护法修士，数量不少于10人，奖励加强版混元金斗1份。混元金斗太上，凡人修炼3月岂能成器？系统可提供简化版上清道法入门篇，辅以丹药，足以让有心者筑基入门。关键在于气运加持，他们修炼越快，朝歌气运越稳，对你也有反哺。文仲，你从禁军中挑选忠诚可靠、根骨尚可者，秘密带来见我。是。此乃修行入门之法，你等需立下血誓，绝不外传，拥护殷商。修炼期间，我会以丹药助你们筑基，但能否真正踏入仙途，看你们造化。愿随仙师护我河山。开始吧。你还认真起来了。我曾以为修仙只为逍遥长生，如今才懂，若无立足之基、同心之人，纵有通天修为，也不过是孤魂野鬼。元始天尊，待我气运已成，根基稳固之时，便是你阐教劫难开启之日。然，暂且先回碧游宫向师尊汇报吧。弟子云霄拜见师尊。你脱困之事，为师已知晓。既已逃出升天，为何不隐士修行？师尊，弟子此来非为禀报行踪，只为问一句：我兄长赵公明惨死陆压之手，穷枭必枭命丧元始掌下，
此仇截教报是不报。封神之劫乃天命，身死者上吧。天命？那天命为何只灭我截教弟子？为何他阐教杀人，便是替天行道？我截教反抗，便是逆天而行。师尊，琼霄临死前还唤着姐姐救我，碧霄的金蛟剪被元始随手剪碎，这些也是天命吗？师妹，什么？他们竟然亲自动手了！元始、太上，好一个师兄，好一个大师兄！我截教弟子虽秉持天道大事，但也不容他人随意屠戮。此仇不报，我通天枉为截教之主。弟子愿为先锋。启禀教主，吕维师叔与罗旋师叔得知九龙岛4位道友、魔家4将皆死于西岐之手，便怒而下山，以往西岐报仇去了。吕月、罗轩，他们怎可贸然？吕月会被杨刃无火扇所迫，死于维护降魔宠下；而罗轩被龙吉公主以误入乾坤网克制，李靖以黄金塔镇压，两人皆将生死上榜。系统任务：救援吕月与罗轩。什么？系统任务：救援吕月与罗轩。什么？师尊，吕月虽善瘟疫之法，罗轩虽控万火，但西岐如今有玉虚宫诛仙坐镇，更有西方教暗中援手，二人孤身前往，必遭算计。师妹所言有理，如今我教连损弟子，若吕月、罗轩再遭不测，弟子有护城大阵所得气运加持，更有几分未卜先知之能，纵不能胜，亦可全身而退。好，此乃我一道剑气所化，可当圣人一击，速去速回。若事不可为，立即撤回。应对阐教之大成之前，不可再与其全面开战。弟子领命。阐教小辈敢杀我九龙岛道友，今日便叫你们尝尝瘟疫噬体之苦！邪魔歪道也敢猖狂！公主，时机已到，你的火法今日该灭了。此宝从何而来？专为等你，他来！你们这些阐教小人！阐教诸位以多欺少，再加上专门克制的法宝，真是好算计。你可是我截教中人，你可是我截教中人。正是。多谢道友相助。来者何人？瑶池公主也掺和进来了，看来天庭是铁了心要助阐教灭我截教。这位道友，此言差矣。天命在周，你们又何必逆天而行？天命，我只知道，我今日要带2位走。2位，教主有令，命你2人即刻回山。可九龙岛之仇，我等是要讨个说法。西岐之地乃陷阱，他们组织你2人神通，备好了克制之宝，再战必死。原来如此。想走？问过小爷没有？既然来了，
便一同留下。看来这一战避不开了。哼，那倒不如将这趟水彻底搅浑。道友，此网专克万火，罗轩已无力再战，你还要护着他们吗？克火，那只不过是罗轩修为不够罢了。起，去！这怎么可能？休要猖狂！道友，得罪了。来得好，来得好。给我死！小贝，时机已逝，我等可是记忆犹新。既然来了，何必急着走？我乃瑶池公主，你敢杀我，天庭必不罢休！封神劫中，生死上榜，乃天命所定。公主既入此劫，便该有此觉悟。父后救我！公主，你竟真敢杀天庭公主！按你们阐教的话来说，此乃天道命数。尔等蝼蚁也配直视本座？燃灯前辈也要下场，与小辈动手吗？燃灯前辈也要下场，与小辈动手吗？你已斩龙脊，伤哪吒，败杨戬、李靖，再战下去，恐引圣人震怒。罢手吧，待履约罗轩离去，今日之事就此了结，否则休怪我不念同门情谊。前辈说笑了，我若要走，何须你语？小辈好大的口气，那老夫倒要试试你究竟有几斤几两。正要领教。他竟能硬汉定海珠，混元金斗竟能使得如此出神入化，莫不是？不可能，云霄已被圣尊镇压在麒麟崖下，且混元金斗也被圣尊收走。那眼前这驱使着混元金斗的又是哪位？我定要看看你的真面目！前辈助我！攻其核心第3主。
起。果然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今日之事，贫道记下了。此道友神通，竟能力战燃灯不落下风。今日若无道友相助，我二人必死无疑。他未出全力，只是试探。吾等先回碧游宫禀明教主。救援任务完成，另斩敌方众将。你将获得2份奖励，至于第2份奖励，是引动碧游宫地脉灵气，助宿主突破。准圣中期巅峰。燃灯，下次再见，便不是平手了。启禀王母，经千里眼顺风耳探查，并感应封神榜契机，公主确于西岐城外陨落，真灵已归榜中。好一个西岐，好一个封神大劫！本宫的公主竟成了他们劫中的灰烬。凶手是谁？是截教哪个狂徒？回王母，现场气息混乱，有吕月、罗轩的瘟疫火法残留，但致命一击灵力纯粹，四剑四光，绝非二人手段。但致命一击灵力纯粹，四剑四光，绝非二人手段。且有一件疑似混元金斗的法宝。混元金斗，此宝不是随云霄被镇压，该在太上或元始手中吗？小仙不知，但近期确有一神秘截教高手频频现身，斩云中子，救文仲，如今又……此人行事狠辣，修为莫测，且深谙隐匿之道。本宫不管他是谁。龙吉适应元始与姜子牙之邀下山助周，如今身死，他玉虚宫必须给本宫一个交代。太白金星在，持本宫符诏，亲赴昆仑山玉虚宫，问元始，天庭公主助他阐教应劫而亡，他阐教如何善后？这封神榜还要填多少生命才算完？是。龙吉公主深明大义，顺应天命，不幸遭劫，实乃痛心。而王母丧女之痛，本座感同身受。天尊，王母要的并非痛心之言，公主为何人所杀？阐教又如何保我天庭不再有仙神无辜陨落？那封神榜是否该尽快填满，以定乾坤？来使明鉴！杀云中子、斩龙吉公主的是截教余孽，他们行事诡谲，擅长隐匿身份，专挑我阐教与天庭要害下手。归根结底，皆是截教逆天而行，包藏祸心所致。不错，若非截教门人屡次下山阻挠封神，负隅顽抗，又怎会平添这许多杀孽？当务之急是尽快铲除截教顽抗势力，完成封神，方能告慰公主与云中子师弟在天之灵。天尊之意是？王母所虑甚是，封神之事确须提速，顽抗天命者不可久留。黄龙真人，弟子在。你持我符印，联络各方，加紧布置，对截教门人不必有过多顾忌。另外，天庭既然问罪，你便带本座走一遭，去碧游宫问个清楚。龙吉公主之死，他截教是否该给天庭、给天道一个说法？弟子领命。
那个神秘人务必查出根脚，能驱使混元金斗，要么是云霄未死且另有其欲，要么便是通天又练了什么邪门法宝，封神在即，绝不容许此等变数存在。弟子于西岐城外斩了瑶池龙姬公主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龙姬公主带着专克罗轩师兄之法宝下界，与哪吒、杨戬、李靖合为吕岳、罗轩2位师兄，欲置其于死地。弟子为救人，将其斩杀。燃灯随后现身，与弟子对了一招，未分胜负。因果纠缠，确有其事。麒麟崖下，你道基受损，即便脱困，也需漫长岁月恢复，怎会如此精进神速？不敢隐瞒师尊，弟子于麒麟崖下心死神伤之际，或许怨念沟通了天地间一丝破灭与不甘的残意，从中不仅窥见疗伤破镜之机，更看到了一些关乎我截教存亡的片段。截教存亡？你看到了什么？弟子看到师尊怒而布下诛仙剑阵，是要与阐教见个高低。然而此阵非四圣联手不可破。弟子看到太上、元始、西方的接引、准提2位圣人一起出手破阵。我截教万仙来朝之盛景，终成昨日黄花。此言当真？你如何证明？弟子无法证明未来，但弟子所言非虚。云霄莫不是真的触动了真正的天意？若你所见为真，我截教岂不是必败之局？四圣，好一个四圣！大师兄，你当真要帮元始将我截教赶尽杀绝？师尊，既定之局或许难改，但过程与结果未尝不能争上一争。他们欲以封神之名灭我道统，我们为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？你有何计？其一，请师尊下令，让散布四海的同门不必固守洞府，可主动出击，袭扰西岐良道，破坏阐教人间香火，甚至寻访散修结盟，不必死战，以获敌、疲敌，分散其兵力为主。你是说让阐教弟子分散开来，方便逐个击破？正是。其二，这玉虚12仙便是阐教除圣人外的支柱，若能设法剪除其一二，不仅可狠狠打击阐教气焰，也可让那元始天尊心疼不已。教主，不好了！玉虚宫黄龙真人率众多仙神堵住宫门，口称奉元始天尊法旨，并在天庭问罪，要教主交出杀害龙姬公主的凶手。师尊，看来他们比我们更急。这第一个疲于奔命送上门来的，便是黄龙真人。好一个送上门！传令，打开宫门，放黄龙真人进来。本座倒要看看他如何代天问罪。云霄，此人便交由你去接待。弟子领命。从现在开始，阐教与截教猫抓老鼠的地位就要反过来了。贫道玉虚宫黄龙，奉掌教师尊元始天尊法旨，应天庭所托前来问话，请通天师叔打开宫门，容我等面诊。黄龙，碧游宫乃圣人道场，
岂容你等在此擂鼓喧哗，兵甲相向？要问话，让你家师尊亲来。事关天庭龙吉公主陨落之公案，更有云中子道友上榜之疑云，有证据指向截教中人所为。今日若不得一个明白交代，贫道恐难以复命。交代。你们想要什么交代？此乃天庭符诏与玉虚法旨，龙吉公主应天命助周而惨遭毒手，现场留有截教术法痕迹，还不速速交出凶手，否则如何？黄龙真人，你这套说辞，几百年来可曾换过新花样？究竟是何人？藏头露尾，敢做不敢当吗？你口口声声天命，那我问你，九龙岛四圣受文仲之邀助伤，是否各为其主？魔家四将镇守嘉梦关，是否保境安民？他们生死道消之时，你阐教的天命公道又在何处？道友此言差矣。封神乃天地大劫，若根基浅薄，福缘不够，何该上榜？此乃天道运转，非关私怨。既然如此，龙吉公主卷入劫数，生死上榜，不也正是尔等所言的根基浅薄，何该上榜吗？为何到了他这里便是公案，便是需要交代的惨案？这天道莫非是专为你阐教而定？这公道莫非只在尔等唇齿之间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，看来截教是执意包庇凶徒，对抗天威了。众弟子布阵，拿下这藏头露尾之辈，再向通天师叔问个管教不严之罪。就凭这杂耍般的阵法，这剑气就是他，这人便是杀害龙吉公主和云中子的狂徒。哼，都给我死吧！米粒蜘蛛也敢负隅顽抗？今日只断黄龙道途，略施惩戒。回去告诉元始天尊，也告诉那玉虚宫中自诩高贵的诸位，封神之劫，既然你阐教是我截教做填榜之心裁，那么从今日起，我截教便与尔等不死不休。我截教便与尔等不死不休。玉虚12仙自此凡我遇见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一对斩一双，直至你玉虚宫门人断绝，街榜上有名为止。
好胆，通天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门人。还有这个苍头鹿尾的狂徒，竟敢伤我门下弟子，还敢口出如此妄言！白鹤童子，弟子在。持我玉符，速往八景宫，请大师兄过来一趟。又说变数已成气候，需共议雷霆手段。这封神榜有些人不想上，也得给我上。劫数更深了，通天师弟，你此番真是收了个了不得的弟子啊！也罢，便让为兄看看这变数能否真结得那一线近乎于无的生机。罢，便让为兄看看这变数能否真结得那一线近乎于无的生机。据道行等人归来禀报，那女子建议混沌未明，劫运交织，绝非洪荒寻常传承。师兄可看出根脚？其形似通天的劫，其神却更近于灭，非修炼万载可成。此女心境已近修罗，堪比魔祖罗侯。罗侯，无论他是魔是怪，坏我封神大计，就必须抹除。通天纵容此等邪物，其心可诛。师兄，封神之事必须加速，对截教不能再存半分姑息。好，可令广成子等人加强对西岐扶持，汇聚人族气运，以压劫气。同时，截教既自诩万仙来朝，不妨让他们动起来。他们动得越多，破绽便越多。待其主力分散，你可择其要害，雷霆一击。原始欺人太甚，是我截教如待宰羔羊。如今有弟子于宫门前，已替我等狠狠回敬，但此非一人之战，乃我截教存亡之战。师尊，我等该如何行事？请师尊示下。传我敕令，自即日起，凡我截教门人，不必再固守清规，避世不出。洪荒之大，任尔等施展。师尊之意是？袭其良道，乱其香火，散其流言，夺其机缘。归灵圣母，弟子在。你率麾下弟子前往南瞻部洲与犀牛贺州交界处，那里有数条阐教重要的灵石矿脉与药圃。弟子明白，定让其矿脉崩塌，药圃枯萎。记住，尔等任务是获敌、疲敌、散敌，一击即走，绝不纠缠。将玉虚宫那些眼高于顶的门人拖在洪荒泥潭之中。多宝金灵，你二人总领调度，坐镇金鳌岛。3日后齐聚界牌关，我要给那些阐教门人一个教训。遵命。至于你，去做你该做之事，让那玉虚宫彻底记住疼痛的滋味。师尊放心，阐教作威作福的时日该结束了。
结教这些师生卵化之辈，竟是些下作手段！根据能量扫描提示，灵宝大法师就在洞府中，且他的修为在12仙中靠后，只擅长炼气与阵法，是除开黄龙真人后最容易下手的12仙了。我知道了，现在开始吧。好，分段式主线任务开启，剿灭玉虚12仙，灵分12。来吧，让我们逆天改命！何方妖孽敢毁我洞府？啊，是你！以我神魂敕令九霄，龙虎印开！去！进！你竟然是准圣后期修为，你究竟想干些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还记得我师兄赵公明，记得我妹妹琼霄、碧霄吗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报当时九曲黄河镇的仇！你竟然是你！不可能！你不是被大师伯镇压在……聒噪！不，我的修为，我不要上封神榜，师尊就……漂亮，干脆利落的击杀。要记得，反派死于话多。这只是利息。元始太上，我们之间的账慢慢算。哼！好了，元始应该已经感知到了灵宝上榜，事不宜迟，立刻赶往祭牌关。灵宝！好一个截教，好一个女魔头！不但废了黄龙，还杀了灵宝，送其上榜。师弟，冷静，此女行动之果决狠辣，远超预计，此刻更需谋定。冷静个屁！我徒儿死了，真灵上榜了。被那截教女魔头像杀牲畜一般宰杀了，要我怎么冷静？广成子、赤心子、玉鼎、太乙，所有玉虚门人听令。师尊有何吩咐？放弃一切所务，集结所有力量，目标东海金鳌岛碧游宫。本座要亲自出手，为我徒灵宝讨回血债。
我要那通天交出凶手，我要那截教血流成河，道统断绝。凡有阻拦者，无论何人，形神俱灭。师妹，事可办妥，灵宝已陨，真灵归宝，他们该来了。魔头，杀我灵宝师弟，今日定要将你形神俱灭，以祭师弟在天之灵。形神俱灭，这话尔等阐教说的还少吗？今日便看看，是我截教之剑力，还是尔等天命之口硬。不必与他废话，众道友，除魔未到，就在今日结阵。结阵！小小之徒，当年时机一筹，便在此处了结吧。魔头受死！这可是真火！当年时机是怎么死在你手下的？如今悉数奉还。做得好，将这些阐教的宵小一个不留。太乙师弟，你们这些妖魔邪道，拿命来！宿主，玉鼎真人修为扎实，斩仙剑锋利，但变化稍逊。好，给我破！皮肤撼树，自不量力！不可能！我的斩仙剑竟然……斩仙，今日便让你也尝尝上榜的滋味。玉鼎师弟，结束了。妖女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，拿命来！接下来便轮到你们了。
孽障，还敢逞凶！师尊，快除掉这个截教妖女！太乙、玉鼎师弟皆死于他手。好，很好，你们截教竟然出了个了不起的魔物！今日本座便亲自替师弟清理门户，将你彻底抹除。你们这些阐教的卑鄙小人，以大欺小，脸面何在？诛仙四剑，是你，通天师弟！二师兄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堂堂圣人竟不顾脸面，亲自下场对我截教门人下此毒手，这便是你玉虚宫顺应的正道。通天，你纵图行凶，杀我门下黄龙灵宝，更是将太乙、玉鼎重伤致死。此等魔头行径，你还敢护短？魔头？我截教门人为同门报仇便是魔头？你门下弟子屠戮我截教弟子便是替天行道？元石，你这套说辞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。今日你既来了，也好。诛仙剑阵，起！诛仙剑阵，起！二师兄，你既说我截教是魔，那便入阵来试试我这魔阵的锋芒，看看是你玉清仙法高妙，还是我截天剑气锋利。伤势如何？无妨，圣人一击，道运侵蚀，需时间化解。师尊，此阵可能困住元始多久？诛仙剑阵乃天下第一杀阵，他若是想独自破阵，简直天方夜谭。但此阵杀气太盛，时间一久，必定惊动大师兄与西方二位。届时足够了，师尊，请务必在此拖住元始，吸引所有目光。你想做什么？趁虚而入，直捣昆仑，将玉虚宫宝库乃至孕育阐教气运的根源之地，将他阐教万载积累全部毁去。高风险高回报任务出发，奇袭玉虚宫，成功将获得无法想象的海量资源与功德。好一个釜底抽薪！不愧是我通天的弟子，够胆！去做吧，此间有为师，天塌下来，我先顶着。多谢师尊，弟子去也。二师兄，别东张西望了，你的对手是我，让我看看这些年你的修为究竟精进了几分。通天，你真要为了一个破坏封神大业的弟子，与我彻底撕破脸，开启这无量杀劫？脸，元始，从你对我徒儿赵公明三霄下手时，你我之间便再无脸面。今日就让你尝尝诛仙四剑的厉害！冥顽不灵，今日本尊便破了你这邪阵，再清理门户。这就是玉虚宫的护山大阵，常规手段极难攻破。
不过我早就知晓本世界规则，它的弱点分别在东南角速、正西魁速、正北斗速对应位置。只要同时干扰这3个节点，整个大阵就会出现一个只供1人通过的短暂缝隙。如何同时干扰？需要3件蕴含足够能量的法宝。你的混元金斗金光可主攻角宿节点，天罡钻的特性适合魁宿。至于斗宿，可以用你最近炼化的那道劫灭剑气，分化一缕进行冲击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开始吧。还是被发现了吗？无碍，免得我去找他们。何人胆敢擅闯玉虚宫？我识得此人，她便是杀害灵宝师弟的妖女，竟敢擅闯圣宫，罪该万死！联手拿下她！师尊发落。来得好。师兄，妖女受死！妖女受死！雕虫小技，天罡钻破！你这个妖女，天道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叫红军亲自来找我吧。给你们3息的时间。罗轩，借你火法一用；吕月，借你独颜一关。去！元始，这是我送与你的第1份大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早就看不惯那些自诩高高在上的人了。但我们烧了玉虚宫，想来他绝不会罢休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先去朝歌避一会儿，那里有人皇气运加持，哪怕是元始天尊也不敢外来。行，也希望师尊他们不会有麻烦。这是玉虚宫的护山大阵被破了，道行清虚，飞升入榜。妖女，你们竟敢毁我道场，杀我门徒，焚我昆仑，我与你们不死不休！通天师弟，此举过了。过，大师兄，你总是这般不偏不倚。他元始杀我弟子、毁我道统时，可不见你说过半句过了。今日不过是因果循环，天命所归罢了。大师兄，助我破阵，我要将那孽障与通天一并诛灭。通天师弟得罪了。好一个阐教，居然勾结西方教，那便来吧！哼，想以多欺少，
没那么容易。诛仙四剑，听我号令，剑灭寰宇，震锁时空。通天，你疯了吗？竟然启用诛仙剑阵的技术！你可知这剑阵万一爆开，方圆千里都将会夷为平地！我想要的结果，本尊的弟子已经做到了。我倒要看看师兄们有没有本事，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开这个阵法了。金灵多宝带领所有门人速速撤回金鳌岛，开启所有防御，不得有误。遵命，所有邪教弟子撤，去金鳌岛碧游宫。原来是你指使那妖女毁我玉虚门！通天，你休想逃！待我破阵而出，定要血洗你金鳌岛！结束，终于彻底失控了。这洪荒，怕是要迎来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一场杀劫了。仙师，昆仑之事震动洪荒，文太师已简略告知。仙子为我大商，为截教做到如此地步，孤敏感五内。大王不必言谢，我与阐教已成不死不休之局。助商，亦是助我截教，助我自己。师叔，您先前培养的10名护法修士，在最近几次守城中表现出色，运用简易道法与阵法，配合大军，已击退了西周数次强攻，军心为之一振。此乃意料之中。西周之事在于阐教相助，如今阐教自身难保，西周不过是秋后的蚂蚱。但是孤体内的人皇气运流失速度越来越快了。天庭虽为明面大军压境，但对西岐的默许扶持，已让四方诸侯人心浮动。长此以往，守是守不住的。大王，您可曾想过，为何上古之时人皇可号令天地与诸神共尊？为何如今人皇却需养天庭鼻息，连自家王朝气运都保不住，甚至要被所谓天命轻易更迭？天子何意？气运之道，如水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如今天庭以封神之名行操控人道之实，扶持西岐，打压大商，是在抽取您的人道气运，以巩固至高权柄。封神封的何止是神位，更是要给人道套上永恒的枷锁。所以仅靠培养几个修士守城是徒劳的，因为气运仍在流失，黑金龙影盘踞吞噬，甚至撕开细小空间壮大。要想扭转，必须夺回主动权，夺回被切取的气运。如何夺回？如何夺回？伐周，灭西岐，以堂堂正正之师击溃西岐政权，让天下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命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大商需要的不再是零星的道法支援，而是与截教彻底联盟。联盟？截教门人将不再仅仅是暗中相助，令更多有道行、善征伐的同门下山，加入大商军队担任将领，传授基础道法于士卒。我们不仅要打赢凡人战争，更要击溃辅佐西岐的阐教门人，打断天庭伸向人间的这只手。没错，道法与军事结合，降维打击。
而作为回报，在这场截教与阐教乃至天庭对抗中，人皇帝心，您与您的大商必须明确站在截教一边。以人道气运助我教对抗天道，这是一场豪赌。赢了，您将重振人皇威严，开创一个人道的新时代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说得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人道枷锁，天庭操控，姑早受够了那高高在上的指手画脚。凭什么他天庭定谁兴谁亡？凭什么我大商600年基业要由他所谓的天命决定？但如果输了，输了，本王也要站着死。孤愿意与截教联盟，从今日起，截教之事便是我大商之事。大王圣明，臣愿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既如此，文仲，你立刻持我与大王盟约信物，并调动一切资源，准备迎接还在山下的同门，并着手选拔军中锐士，接受基础道法训练与合击阵法演练。是。玉帝，如今情势已非简单封神之争，那截教已堕入魔道，不但擅杀天庭公主，屠戮我玉虚门人，更以邪火焚毁昆仑圣境，此等行径与昔日魔族何异？天尊所言，朕已知晓。但封神之事，本为补全天庭神职，顺天应人。陛下，想想我那可怜的龙吉，若任由此等魔头肆虐，怕是要祸乱天庭。陛下，天庭统御3界，维护天道纲常，岂能坐视不理？若不加以铲除，天庭威严何存？天道法度何存？元始天尊亲自上天，以表明阐教决心。西王母丧女之痛，其势难挡。天庭若再不出面表态，确有损威严。且封神榜需要足够分量的真灵填充。既如此，传朕旨意。不日，天庭将点齐天兵天将，共伐东海金鳌岛，剿灭截教异端，以正天道，以慰亡魂。在此期间，凡有助截教者，视为同党，一并剿除。好，天庭出手，顺应天命，魔道必将伏诛。下界急报，商纣王帝辛已与截教公开结盟，大量截教门人现身商军之中，传授道法。商军已于泗水关外大破西周大军，西周损兵折将，姬发与姜子牙紧急发来求援急报。垂死挣扎，狗急跳墙罢了。人间王朝气运之争，终究只是插曲。待我等剿灭必由功，那所谓联盟，不过杀上城堡，顷刻即倒。